还是不断回头？失眠的宇宙陪着我梦游，海市蜃楼怎么厮守？一片荒漠不见离愁，时间没收我许下的永久。婚礼取消，君绮罗跳崖死了。方才罗副将差人送来口信说，郎主今日追着君姑娘一路跑到绝命崖，眼睁睁看着君姑娘跳下万丈深渊。郎主原本也要跳下去，幸亏被贺姬瑶一掌劈晕，此时正在府内静养。君绮罗果真赴死了。传古口谕，郎主与郡主婚期延后，另择吉日。是。大夫，少主为何迟迟未醒？副将放心，郎主因情绪激动，气力用尽，才导致昏迷不醒。休养几个时辰，便能恢复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将军不是去找齐姐姐了吗？她人呢？君姑娘跳下了绝壁崖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今日本是齐姐姐的婚礼。少主未来的吉祥计划告诉君姑娘，君姑娘都怪我。我应该早点告诉齐姐姐的。郡主，你也等了一个晚上吧，早些回去休息。这里有我们。郡主，我们走吧。贺姬瑶，你说梅香比院突然走水，君姑娘又是如此聪明之人，会不会是她提前就策划好的？今日府中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？难道是他？你守好，少主。没想到烈儿对那名艳男商女居然痴迷到如此地步。如今那女子选择跳崖轻生，想必烈儿不会轻易再答应与郡主完婚了。若她誓死不从，王上，你可要早点做打算。他既是北炫的郎主，便应该知道，他自己的婚事对北炫是有多重要。竟然在大婚之日抛下所有人，随那个君绮罗去了。禀告太后，公主正闹着出宫找郎主，您快去瞧瞧吧。不行，公主，你不能出去。皇上太后驾到。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。你在干什么？扣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母后，我要去找烈哥哥。天色已晚，阿烈早该休息了。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好吗？
可你们明明答应过我要帮我找回清明的，可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早就该知道，你们根本就不会帮我。这世上唯一不会骗我的，就只有烈哥哥。一个奴隶而已，你想要，明日母后再……他不是奴隶，他是我喜欢的人。胡闹！你堂堂北炫公主，岂能喜欢一个燕南奴隶？你就在寝殿好好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扣儿，京扣！干什么？你们不帮我找，我就自己找。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够了！你要在这继续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如今阿烈为了一个燕南商女迷了心智，现在你也要为了一个燕南奴隶继续发疯吗？君齐罗已经死了，那个清明根本就不会回来了，他是早已回到了燕南。你今日就算死在殿里，他也回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君齐罗死了？你给姑清醒一点儿！你跟那个燕南奴隶本就不是一路人，好好在店里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，否则，即便是追到天涯海角，姑也要把那个燕南奴隶给杀了。君齐罗死了，清明不会回来了。燕南奴隶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蛊，让他变得如此偏执？来人，加派人手，守在清华殿外，不许公主踏出殿外一步。若有任何差池，唯你们是问。属下已经派人去绝命崖寻君姑娘，那悬崖峭壁深不见底，这四周没有通往崖底下的路。贺吉要已带兵去追放走君姑娘的人了。君姑娘，去找绮罗。少主，少主，轩辕军已经去找了。少主，君姑娘已经死了。少主，秦洛，是我逼你到退无可退，是我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。齐洛，你回来好吗？齐洛，齐洛，齐洛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齐洛，齐洛，你回来！齐洛。是否你爱过我一刹那？直到大漠心事细修都幻灭云崖，日月明日悬崖，我还有什么怕？此爱是我厮守中刺眼中伤，唯愿你心疼我的疤，结局揭开薄纱，尽了无牵挂。我悬烈祈求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君齐罗定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妻子。若违背誓言，万死不复。
知道你喜欢红豆，这是北轩最珍贵的墨玉，和雁南红豆所制的相思玉链，也待正合适。将军从何处找来这些雁南红豆？在中州没有我找不到的东西。东瀛，少主，放走君姑娘的人，属下找到了。昨日东瀛姑娘来过梅香别院，属下怀疑是她纵火放走了君姑娘，所以连夜派人在全城搜捕，最后在王城的门口找到了她。你跟绮罗计划好了？我耐心有限，你是现在说，还是用刑具帮你说？没错，人是我放走的。小姐对我恩重如山，她想离开北轩，离开将军，我定当协助。将军要杀要剐，东瀛无话可说。所以，这真的是你们计划好的？所以跳崖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他还活着，你带他去哪儿了？你把他带去哪儿了？将军说什么？小姐跳崖了？这不都是你们计划的吗？你一定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告诉我好吗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！我和他到城门口之后就走散。我以为小姐只是想离开玄府，离开将军。我若知道他要跳崖，我不会让他走的，我不会放他走的呀。对了，将军，小姐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，本来想等她平安之后放在你房间里的。放了东瀛，取消他的追捕令，你我一别两宽，从此不复相见。君绮罗，你好狠心！留给东瀛的是一条生路，留给我的却是一别两宽，不复相见。放了他，否则黄泉路上该怎么给他一个交代？东瀛姑娘，请吧。少主，今早昭敏郡主来府，他说君姑娘待他如亲姐妹。即使是君姑娘死了，她也绝不会嫁入玄府。她先去找王上退婚，也请你务必进宫。参见王上。你不在别府好好待着，来这儿做什么？
王上，我与将军并未行拜堂之礼，这场婚事是否做不得数？你听不明白姑的旨意吗？姑说了，你们的婚期另择吉日。王上，此事本就是您错点了鸳鸯，我与将军不能在及时成婚，也说明了将军对此事本无意，为何您还要一意孤行？你是在质疑姑吗？张敏不敢。你只管听姑的旨意便好。至于阿烈那里，姑自然会去说服他。郎主到。王兄，你还有脸来见姑？大婚之日，丢下新娘跑了，你可知满堂的贵宾等你等了多久？王氏因为你颜面丢尽，姑倒是要听听你的解释。此事任凭王兄处置。只是这场联谊，臣弟无法继续了。你还真是铁了心，要为一厌男女子抗旨不成？臣弟今日来，就没打算安然无恙的回去。你可知如今你的身份，对北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？难道你要为了一个女人全部抛之脑后？况且，她还已经死了。只要我没忘记她，她就没死。臣弟从未忤逆过王兄旨意，但这一次，臣弟不再退让，还请王兄成全。那是君启罗自己执拗。当初，他如果答应姑，为我北炫所用，岂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？敢问王兄，君启罗身为燕南人，以死明志效忠燕南，何错之有？若今日被俘虏的是臣弟，走投无路下，臣弟也会以此方式告诉王兄，臣弟对北炫忠贞不二。王上，张敏和将军本无感情，经昨日一番，张敏也看到了将军对齐姐姐用情至深。何况齐姐姐，她与我凉州有恩，我又怎能恩将仇报，横刀夺爱呢？现在北炫所有人都知道烈将军深爱齐姐姐，若我还要嫁入玄府，恐怕会一辈子成为世人的笑柄。王上，我有我的骄傲，好友之福，张敏绝不能沾染分毫，请王上成全。臣弟今生今世只有君启罗一个妻子，请王兄成全。臣弟知道王兄顾虑，君主一直被孙大人当作新任族长培养，虽为女子，却有不凡胆识。她定能继承孙大人衣钵，守护孙部，效忠北炫。将军说的没错，我知道您要我与将军成婚的原因，我定会向王上证明臣女的能力。张敏今日以王父之名起誓，誓死效忠北炫，效忠王上。孙部答应，便是臣女决心。自君姑娘离开以后，少主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梅香别院。少主这些天不吃不喝，也不理政务，三不管的马贼横行，已经侵犯到了北炫的边境，搅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。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向少主汇报了。少主，用膳了。少主，那我进来了。少主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！喝酒。晚风吻过我的眉头。罗琦待我向王兄禀报，
狼主出地，边境百姓安危，我应当全力守护。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怎么还要打？他这是不想要命了吧？我还是不断回头，失眠的宇宙陪着我，还是谁怎么厮守，荒漠不见离愁，时间不收许下的一生。大夫怎么样？姑娘身体无碍，万幸她掉入海中时，你们的船只赶忙接应，才保全了他们母子2人。你说什么？小姐有身孕了？当然，这姑娘怀有身孕月余，再好好调养几日便可。老夫先行告退了。哎，这边请。少爷，你醒了。要喝点粥吗？少爷，好些了吗？为何开口叫少爷？我叫了少爷10余年，在北轩迫不得已称呼你小姐。何来改口之说？如今我们只要回到燕南，一切都应当回归正轨。早在几个月前，君非凡就死在了三不馆。如今在你面前的，是君家大小姐君绮罗。从今以后，你必须要改口。不是的，你为了争取时间回到燕南，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走水路，这一切不是为了要事情回归正轨吗？现在我们已在回燕南的路上，你却说要恢复女儿身，难道就是因为他让你怀了他的孩子？不，当我计划好回燕南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不用君非凡的身份了。君非凡能做的，君绮罗一样可以做到。君府失去的所有，
我都会以君绮罗的身份，一笔一笔的夺回来。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皇上和君家宗室都不会认的。况且现在君家的产业还在君一爵手上，你一女儿生回去，你怎么和他争？君家长房已经失去了君家的控制权，就算我以君非凡的身份回去，也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只是他是无辜的，我不希望他一出生就肩负着仇恨。启明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能让世人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。这些是我该承受的，我会自己去面对。我在选府的时候得知，王上因怀疑我，将我全家抄家。但我细细想来，王上应该不会做如此荒谬的决定。王上多疑，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他不会轻易有这样的行动。而且，若君家真的是被抄家了，那就是我叛国罪的罪名被坐实，那应该在3城张贴我的追捕令。可到如今，没有任何追捕我的动静，所以我想，王上终归是需要百宫传人的。他放出这个消息，或许为引我尽快回雁南。玄铁金石已运往雁南，等我们到了雁南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先进宫面见王上，你去后门接应一下玄铁晶石，再捎封信给返乡的凌伯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是。定会让君家恢复往日辉煌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民女是雁南人，落叶归根，自然是要回家的。玄铁晶石找到了吗？民女已将玄铁晶石运回雁南。听说你在帮北炫玄部争夺郎主之位，此事当真？是，民女不敢否认。但只因玄铁晶石一开始在玄部被找到，后又转让给西部，民女先后潜入玄西2部，假意为他们夺得郎主，实则只是为了矿脉。皇上，民女没有半点背叛雁南之心，望皇上明察。如今北炫郎主已定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是，民女定当全力以赴守护雁南。起来吧。你是不是打算回归女儿之身了？不管我是君非凡还是君绮罗，只要能为雁南做出武器，对王上来说没有分别。只是这次因我迟迟未归，害得家人以叛国罪被赐死，是我害了我的家人。此次不惜赌上性命，也要赶回雁南，一则是要向王上证明
民女对燕南誓死效忠之心，二来也是想替家人善后，望王上成全。姑以这个方法逼你回来，果然有用啊！皇上此话是何意？君绮罗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如果你继续留在北炫，对我们燕南是何等威胁。你对燕南还有用处，姑也不想与你生了嫌隙。其实我根本没有真正刺死君家，这只是个障眼法。果然如我所料。姑知道，你的家人对你非常重要，这也算给你最后的通牒。若你还执意不归，恐怕君家人真要为你的任性而付出代价。好在你及时醒悟，待你用玄铁晶石改良好弓弩后，姑便立马放你的家人。谢皇上恩典，民女定不负所望。兄长，兄长，小可，将军。爹，你腿怎么了？绮罗，你回来了。爹无碍，你别担心爹啊。爹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你。皇上没有为难你吗？没有。兄长，你是何时回来的？他们居然说你背叛燕南，我无论如何都是不信的。是啊，兄长，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吃了不少苦？为何穿着女装啊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救你们出去。老爷，少爷，老爷，你看看，教育教育他。那个君，把气捋顺了再说，你慌什么慌？你不成功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君家长房宅子大门被打开了，有人看到君非凡那个护卫邵其民带着一个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？你说邵其民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姑娘？是。难道君非凡的？爹，你怎么也跟着慌起来了？这个世界上哪还有什么君非凡？是人是鬼，我一看便知。儿啊，切莫单刀赴会。这是谁回来了呀？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常年养在前都的君绮罗君大小姐吗？怎么变好了？不装男人了？邵其民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个真男人，你就把那个剑给我放下去。你好大的胆！爹在呢，爹在呢。男人啊，真男人。你调查我。看来你们俩不单只想抢走长房的产业，还处心积虑想扳倒君非凡，置我于死地。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跟你说，你这身份暴露了，你找你奶娘去！你找我们爷俩干什么玩意儿？哼，君玉珏，我真替你担忧啊。以前你输给一个男人也就算了，若是现在连一个女人都赢不了，你要怎么在王都混下去？你过分了啊！绮罗啊，你这趟回来是铁了心想代替君非凡的位置，与君家祖训祖宗家法为敌了。二叔，我也劝你一句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别老护着你这儿子，跟着他瞎折腾。你若是落得一个晚节不保的名声，你怎么跟君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？你以为你还是当初的君非凡吗？一个女子想要掌家，那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怎么，想凭你这3寸不烂之舌入君家不耻之史吗？况且你骗了大家这么多年，就是你早就该遭报应。报应？我该遭的报应，我自然会承受。只是二叔、君玉珏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你们欺负我爹、抢我铺子的事情，我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启明，他们以后不许再进君家的门。启明，哎，你可真是长大了啊！别碰我啊！哎，有能耐了你！相爷，你找我？你可知君玉珏来此所为何事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今日见君绮罗带着护卫回到了君家，这怎么可能？是
北宣王怎么可能放他回来呢？这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？啊，你不是说玄虚已将他打入天牢，断不可能活着回来吗？相爷息怒，我这就去杀他。慢着，他若是不翻案，留着也无妨。看老夫怎么收拾他。听见落尽繁华，回眸从冬至夏，心上还有相思几杂，吉他在庄牙。我痴望倒影不说话，一卷涟漪碎了在下。变眉间的朱砂，终究会变成疤。我预留下的却留不下。若此爱循环四季中，月水中花，是否你爱过我一刹那？直到大漠心事细修都幻灭阴哑，日月明日悬崖，我还有什么怕？此爱虚妄厮守中，此言中伤，唯愿你心疼过我的疤。结局揭开薄纱，竟已了无牵挂，飘散在无意的天涯。若此爱循环四季中，月水中花，是否你爱过我一刹那？直到大漠心事细修都幻灭阴哑，日月明日悬崖，我还有什么怕？此爱虚妄厮守中，此言中伤，唯愿你心疼过我的疤。结局揭开薄纱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。飘散在无意的天涯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伤都养好了，少主怎么还没走出来？少主心里估计还会怪我，当初为何要救他？什么呀？走吧。不可能吧？少主，宫中有来信，请您立刻进宫面圣。知道了。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，你放过我，好吗？齐罗，少主，不要！齐罗，少主。王上，郎主大人求见。宣，王兄，如今你当上郎主也有1月之余，有些事情早该处理。眼下孤要攻打燕南，你身为郎主，应责无旁贷。明明可以用和平的方式，王兄为何非要用武力解决？和平的方式？你所谓的和平之法，费时费力。明明一场仗就能解决问题，为何要动用如此大的精力？更何况现在百宫传人已经不在了，燕南失去了臂膀，现在不打，更待何时？可打仗苦的是百姓，无论是北宣还是燕南，百姓是无辜的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因为军绮罗来反对过。臣弟是为了北宣百姓和将士。当初选郎主，就是为了集齐5部兵权。
去攻打燕南。如今你手握兵权，却告诉姑，这仗你不能打。1个月前，王兄已收罗部、西部、孙部大印。前几日，苏延德送上苏部大印。若王兄要全部大印的话，臣弟现在即刻奉上。现如今，王兄不仅集齐各部兵权，也实现了5部一统，大可和2城邦交涉，为百姓建立榷场，发展经济。若姑率先提出建立榷场，必先要在3部馆剿匪，还要派出使者去燕南、西乡谈判。届时，姑要耗费多少精力，让多少利益，才能说服这2个邦的王？赵光这个老狐狸，他会扒我们多少层皮，才能善罢甘休？明明一场仗就能解决问题，为何非要做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？无论如何，2邦之间的发展和竞争，都不能凌驾于百姓的性命之上。够了！不必再多说，此事孤意已决，这仗你别无选择，必须打。你这是何意？既然王兄执意要攻打燕南，臣弟愿交出虎符和郎主之位，还请王兄另派他人。臣弟说过，绝不会让2邦百姓因我陷入水火。如王兄执意要打，臣弟也只能以此方式完成承诺。皇上，您别动怒。他现在是翅膀硬了，屡次以下犯上，他真以为姑不敢砍他的脑袋吗？好啊，他不愿意打，有的是人愿意打。立刻把虎符交给苏部，命令苏延德起兵攻打燕南。将往事一并深埋。当你决定转过身来，一切我们都明白。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的情，种在我心里就成了瘾，遮住我伤痕累累的过去，填满了曾经空空的心啊。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的情，落在我心里变成了心，拼凑出背都呵护着你啊，将回家的路找得分明。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的情，种在我心里就成了瘾，遮住我伤痕累累的过去，充满了曾经空空的心啊。